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只要能够维持强劲的增长，那股市的走势呢都会是遇小不易，不仅绵长呢，而且还有后劲。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过去1个月以来，美股进入高档震荡的格局，道琼工业指数在短暂突破4万点以后呢，出现了修正。科技类股呢也出现上冲下洗的走势，再搭配经济数据的混沌不明，还有股票指数的高处不胜寒，对于这样的状况，投资人应该持续偏多的操作，还是获利下车呢？今天这一集，我们继续从经济数据中来抽丝剥茧，观察美国的内需动能、通膨情况、房租趋势和企业获利的前景展望。当然呢，我们也会分享艾谢克的最新看法咯。那其实美国股市的扩张核心关键就是经济是不是能够持续成长。虽然最近公布的第一季 GDP 从 1.6% 下修到了 1.3%， 但是呢，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因为下修的主要原因呢是民间消费的商品项目从原先估计的负 0.09% 下修到了负 0.42%。而民间投资端的固定资本投资呢，则是上修了 0.05%， 其他的数据呢几乎呢没有变化。那如果从年增率的角度来看呢，实质增长呢只从 3% 下修到了 2.9%， 那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轻微。那虽然第一季美国内需动能稍微有点疲弱，但是进入第二季之后呢，还会持续走弱吗？那我们先来看最重要的个人消费支出数据。图表中，美国4月的实质个人消费支出年增率还是高达了 2.6%。那其中商品消费增长呢 1.9%， 服务消费增长呢 2.9%， 都是相当好的增长表现。实质可支配所得虽然在高基期的影响下只增长了 1.04%， 但是呢还是维持正增长的水平。整体来看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至于刚刚说的第一季 GDP 下修主因的民间商品消费会延伸到第二季吗？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从美国商品消费的先导指标，也就是进口数据来看。目前呢，已经公布的3月数据，在创了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年增率呢是高达了 3.06%。而之后的趋势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比较快公布的国家来推敲，像是中国4月对美国出口增长比3月回升了 8.4%。那其他的重要贸易国呢，像是台湾、韩国还有日本，4月对美国出口同样比3月明显要升。所以可以预期的是呢，美国进口增长在进入第二季之后呢，持续扩张的趋势将不会改变。那这个也暗示了商品消费扩张循环还在初期的阶段，不用过度担心美国的内需增长动能，而且短期疲弱的数据反而还有助于坚定联准会的宽松决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通膨的情况。目前通膨情况还是非常顽固，但未来半年呢，将会顺利的回到联准会的通膨目标区间。那在这段期间呢，艾谢克认为它的影响呢会逐步的淡化。虽然最近公布的4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增率呢，也就是 PCE 是 2.7%，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CPI 呢是 3.4%， 都还离联准会的 2% 通膨目标区间有一段距离。不过呢，从图表中的大趋势来看，就会发现整体通膨的情势呢已经回归正常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密大通膨预期指标，不管呢是短天期 3.3%， 或是长天期 3%， 这个数据呢都已经非常贴近疫情前的水平了。那美国消费者的通膨预期呢，自从2022年触顶之后，下滑的过程中，因为原物料价格多次的弹升，也曾经出现过3次明显的跃升，但最近的通膨预期反弹呢，却和前面3次呢都有着明显的落差。讲白话一点呢，就是弹不上去了。那这也暗示着消费者呢已经渐渐开始明白，通膨呢已经在正常化了，因此呢也不会再预期未来会出现强劲的通膨增长。那另外一个呢，同样是民间调查的指数，美国 ISM 采购经理人服务业价格指数呢，在图表中同样呢已经回落到疫情前的平均水准了。那细心的投资人呢还可以发现，自从疫情之后，美国的通膨走势呢基本上呢是和美国服务业的通膨走势呈现亦步亦趋的情况。那所以呢，这个指数的回归正常，同样呢也暗示着通膨的正常化已经不会太远了。
美国的经济动能呢不用担心，通膨的影响呢也会逐步淡化。那么房租和企业获利呢？在进一步分析之前呢，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呢按赞和分享。同时呢，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不管您是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或是针对您喜欢的哪一集留言赞助我们，都能够让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哦。房租的趋势呢，目前呢不论是 PCE 或是 CPI， 还是明显高估实际通膨的情况。那从图表中可以看到，虽然呢已经大幅下降，但不管是 PCE 和 CPI 的年增率水准呢，都和 Zillow 租金年增率有着落差。那对于 Zillow 等非官方的数值呢，其实呢我们应该关注的应该是，当去年的高基期逐渐走低，成为低基期之后呢，房租上扬的趋势会不会死灰复燃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不管是 Zillow 租金指标，还是更为疲软的 Apartment List 指标，都呈现平稳的走势。那如果这个趋势未来没有改变，房租相关指标逐渐向民间数据靠拢，就会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了。那在内需和投资扩张稳定，而且搭配通膨下滑的这种金发上云的经济形态，最能带动的呢，就是生产力的增长提升。那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劳动生产力增长放缓的时期呢，也就是资本市场表现相对弱势的时期。只要劳动生产力能够维持强劲的增长，那股市的走势呢，都会是遇小不易，不仅绵长呢，而且还有后劲。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企业的盈利。5月31日的 FactSet Earnings 报告表示，标普500成分股首季盈利表现出现大幅的调升，从3月31日的预估增长 3.4%， 调升到了 5.9%。那第二季预期呢，也从 9% 调升到了 9.2%。那针对24年、25年的全年盈利增长预估呢，也从原先的 10.7% 和 13.5% 一起上调到了 11.3% 和 14.2%。那从过往 FactSet 保守的预估传统来看呢，这样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哦。那这个呢，也显示出企业盈利的前景展望确实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那展望未来，因为目前整体消费和投资增长呢还呈现稳定，就业的增长开始呢从高速回落到稳定扩张，帮助节制单位劳动成本，而通膨呢则是维持持续下行的走势，也有助于实质生产力的提升。那如果我们把这一些全部都放在一起来看呢，再搭配应用 AI 的生产效率提升，就会发现实质劳动力增长的循环有很大的几率还没有结束。目前股票虽然已经涨很多了，但是呢，参考历史的经验，还没有到终点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答案了。那不过这一切呢，都还是建立在美国尚未启动降息循环的背景下的预测。那如果呢，在夏末秋初的时候，联准会开始启动降息循环，那不管是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巩固，企业盈利和毛利率更上一层楼，还有整体市场本益比的提升，到时候会如何影响市场呢？相信呢，大家心中都有谱了。美股夏日盛宴正开桌招待中，大家千万不要太早离席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联准会何时会启动降息呢？ A. 2024年下半年夏末秋初， B. 2024年年底， C. 2025年年初， D. 我有其他答案。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